孕妇坐在车里等待，丈夫在店里买婴儿鞋。男人出来后，妻子微笑地打着招呼，突然看着被撞扁的汽车，男人愣在了原地。忽然又有一个杀手出现，对着男人就是一枪。好在警察及时赶到，男人才躲过一劫。可看着从车上流下来的血液，每一滴都刺痛着男人的心，他声嘶力竭地哀嚎着。这种痛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。男人曾经是个顶级特工，渗透情报，暗杀目标，无所不能。因遭到报复，害得妻子无辜惨死。他因深深的自责而变得颓废，在小巷里做起了典当生意，打算就此度过余生。有一对母女住在隔壁，妈妈是个婚夜场的，沉迷于毒品，从不关心自己的女儿。因为缺少父母的关爱，女孩养成了小偷小摸的习惯，然后来大叔这里典当换钱。女孩的名字叫小米，她非常好奇这个大叔为什么总是独来独往。虽然他的表情非常冷淡，但她却能感受到那份隐藏在冷酷外表下的温暖。因为周围的人都不喜欢他，只有这个看似冷漠的大叔不讨厌他。他喜欢跟在大叔后面碎碎念。大叔虽然一言不发，但也没有赶走他的意思，甚至饿了的时候还会请他吃饭。妈妈来找他，他不想见，就让大叔帮忙打掩护。大叔来到外面，女人见女儿不在，便开始聊起了大叔。确实，这个大叔其实还挺帅的，也难怪女人会对他感兴趣。可大叔却对女人的事毫不为所动，女人只好败兴而回。自从妻子死后，他的心也跟着死了，生活对他再也激不起任何波澜。只有在妻子的忌日，他才会收拾一番去看望妻子。这天，大叔在路上看见小米因为偷书包被抓住，女孩想让他以父亲的身份来认领自己，但他却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，这让女孩无比伤心，只好落寞地独自回家。傍晚，她哭着对大叔说了一番话。아저씨, 거지라고 놀리는 뚱땡이 새끼보다 아저씨가 더 나빠요. 그래도 안 미워요. 아저씨까지 미워하면 내가 좋아하는 사람 한 개도 없어. 그 생각하면 여기가 막 아파요. 그니까 안 미워할래.这番话如同一束光照进心灵，复活了大叔已经死掉的心。就在这晚，回家的小米看见母亲被人绑了起来，歹徒用滚烫的电吹风烫着女人的大腿。原来他偷了他们的面粉，在牛二的拷打下，女人说面粉就在隔壁的当铺里。原来白天他在大叔那里当过一个相机包，面粉就在里面。于是大叔一回家就看到了2个卡拉米，大叔还以为是什么小偷，直接交出了自己的钱包。나 이 씨발 누굴 동네 양아치로 하나.这下黄毛傻眼了，后面的胖子还不服气，结果胖子轻松被放倒在地，黄毛被吓傻了，立马打电话给牛二汇报。牛二只好派杀手上去，他一眼就看出大叔不简单。得知母女2人在对方手中，大叔把女人的相机包交了出来，确认面粉无误后，杀手留下一部手机后离开了。大叔跟着追了出去，无奈还是晚了一步。大叔本想报警置身事外，但一想到自己的身份，还是放弃了。但他却又不能见死不救，黑帮用母女俩的生命要挟他帮忙送一批货，他只好根据指示驾驶指定汽车前往。没想到这竟是一个大阴谋，牛氏2兄弟想除掉黑帮老大，大叔被当做了棋子。他按指示将物品交给了黑老大，可刚一接头，警车便随后赶到。黑老大察觉不妙，起身逃走，并下令将大叔丢下了楼。好在没有生命危险。看见开车逃跑的黑老大，他急忙开车追赶，拦截时2车撞在了一起。黑老大急忙弃车逃离，大叔见状下车追赶，可却无意间在后备箱里看到了可怕的一幕，他惊恐地愣在原地。警察也随之赶来，可全都被后备箱里的东西震惊得亚麻呆住了。女孩的母亲就躺在里面，尸体触目惊心，惨不忍睹。一次缉毒行动中，警方在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发现了一具女尸，没有眼睛，全身都是缝合伤口，估计体内的器官也都被摘除了。司机大叔也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住了，他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还是被作为嫌疑人带到了警局。男人浑身上下都是狰狞的伤疤，在他面前纹身的壮汉都弱爆了。面对警员的审讯，他一言不发，满脑子想的都是小女孩的安危。想起女孩母亲器官被摘的惨状，担心她也会遭到不测，他必须尽快离开警局，于是趁机打晕看守的警员，逃之夭夭了。警长回来很是惊诧，通过查看监控，发现男人从大厅打到门口用时不到1分钟。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历？通过调查发现，男人曾是一名特工，担任过特杀部教官。想不到这个看似流浪汉的男人来历竟然这么牛叉。大叔出去后找到先前联络歹徒的手机，顺着线索先是找到了一家手机黑店。对付这些人，显然暴力最有效。最后从这伙人口中得知了贩卖人体组织的黑帮经常出没的一家夜店。他顺着名片上的地址就找了过去，乘坐电梯时恰巧遇到牛二的亲哥牛大。牛大嗅到危险，提前
通知牛二逃跑。等大叔赶到后，只剩下黄毛了。他因为和女人嗨皮，没来得及逃走。见识过大叔可怕的他，拿出小刀殊死一搏，结果就被狠狠收拾了一顿。得知女孩还活着后，大叔挟持黄毛让他带路。可这时那个杀手再次出现，他是这个团伙里最厉害的人。就在刚才，他还独自一人血洗了牛大的死对头，并亲手解决了那个黑老大。可面对大叔，他却丝毫占不了便宜。两人近身肉搏不分上下，从厕所一直打到了舞池中央。人群中，两人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方。这时，牛大拦住了杀手，挑衅般的看了一眼大叔后，扔下一部手机就跑了。大叔捡起手机继续追赶。可是刚才的打斗中，杀手不讲武德，他被打中了一枪，追了没多远就追不动了。他抢了一辆车，然后就接到了牛大的来电。他问牛大为什么要杀女人，牛大说因为用他可以救3个人。大叔听了非常的愤怒。 얼마나 족같은 건지 내가 보여줄게. 由于伤口不停的流血，他先找到了战友为自己疗伤，整个过程没有麻药，只有撕心裂肺的痛。恍惚中，他想起了妻子，那是他生命里的一道光。可惜不久前那道光熄灭了，是小米又用一束光照亮了他。他不想再失去生命中唯一的希望了，于是他剃掉那尽显颓废的头发，穿上西装，变得更加帅酷了。然而，这也意味着杀戮即将开始。 他曾目睹最爱之人死在了眼前，这次他又有了不顾一切想要守护的人，不想再留下无法承受的遗憾。凭借着敏锐的侦查，锁定了歹徒的窝点，很快就找到了这里。这里是歹徒的制毒基地，而那些被抓来的小孩，在他们的逼迫下干起了苦力。当孩子们累趴下的时候，歹徒会在贩卖他们身上的器官。大叔看着嚣张的牛二，真想一枪干掉他，可还没有找到小米，他没有轻举妄动，于是便继续寻找。可在一间房内看到一个即将要被残害的女孩时，他愤怒了。歹徒还转过头冲着他微笑，他气得直接一枪送他上了路，枪声惊动了其他歹徒。大叔此刻显得无比果敢。牛二想逃跑，被一枪打在腿上，大叔踩着他的头走过，然后将他绑了起来，接着拨通了他哥牛大的电话，通知他用小米来换牛二的命。牛大暴跳如雷，说出了一个地址，可挂了电话就吩咐杀手去挖了小米的眼睛。相比他的残忍，大叔也是个狠人，他也没有遵守约定，点燃煤气，直接炸毁了窝点。牛二也葬身火海，结束了罪恶的一生。大叔拨通警察的电话，交给了刚救出来的孩子们，随后来到了牛大的老巢。见他是一个人来的，卡拉米们纷纷开始嘲讽了起来。牛大也非常的意外，问大叔和小女孩是什么关系？至于这么不要命吗？ 옆집 아저씨. 牛大冷笑一声，然后滚过来一个瓶子，而瓶子里装的是一对眼球。牛大说：“这就是你要的女孩。”大叔怒了，掏出枪向歹徒疯狂射击，几乎是百发百中，弹无虚发。那个杀手见状，立马掏枪还击。大叔暂时被压制，卡拉米们瞬间冲上来，大叔被迫贴身肉搏。曾经作为特杀部教官的他，招招致命，没有任何拖泥带水，每一刀下去都无比解恨。屋内瞬间变成了屠宰场，而那个杀手看到后没有开枪，仿佛有种高手间惺惺相惜的感觉。不一会儿，卡拉米们全倒在了血泊中，只剩下那个杀手。他放下手枪，要和大叔来一场高手间的对决。两人见招拆招，没有华丽招式，只有招招致命。最终大叔还是略胜一筹，结果了杀手的性命。牛大见势不妙，来到停车场想开车逃跑，大叔及时赶到，用枪打爆了车胎。 牛大看到大叔越走越近，为了活命竟打电话求助警察。大叔站到车顶对着他就是一枪，没想到竟然是防弹玻璃。牛大立马又嘚瑟了起来，说等警察来了，大叔就完蛋了。可大叔却不慌不忙的用枪顶在了挡风上，双手紧握枪把，连续开枪射击。几发之后，防弹玻璃终于被打开了一个口子。牛大吓得慌忙跑向后座，结果一枪直接打中了手臂。他拼命求饶，而大叔却冷冷的说：“아직 한 발 남았다。” 最后一枪正中眉心，牛大就此饮恨西北。解决完所有坏人后，大叔目光空洞，再无牵挂。小米死了，他也没了活下去的意义，用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。 原来小米被抓的时候，曾给那个杀手贴过一个创可贴，就是这一个小小的举动，导致本就不是很丧心病狂的杀手，在小米被残害的时候良心发现，而之前那个瓶子里装的眼球其实是无良医生的。 아저씨 나 구하러 온 거예요? 그쵸? 나 구하러 온 거 맞죠? 看着眼前的小米，纵使他这样的铁汉，眼眶也湿润了起来。他让小米不要过来，以免沾上血渍，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扑向了他。那一刻，大叔仿佛再次看到了那道光，滚烫的热泪倾泻而出。这下他又有了活下去的意义。